瑞士錶就大家都肯定都聽過啦，咁但係話以下嘅牌子呢，最代表到瑞士呢，相信冇咩錶迷會異議嘅。創辦人係真正嘅瑞士人啦，喺瑞士開咗個錶嘅公司，仲攞埋咗瑞士聯邦鐵路嘅 license，將經典嘅瑞士鐘嘅設計呢轉換成為手錶嘅設計。咁你話佢哋算唔算係最瑞士嘅瑞士錶呢？其實呢兩隻呢都分別有最代表到瑞士嘅元素嘅。咁等我先講第一隻最經典嘅一個款式先啦。咁要先從一個歷史去開始講一講嘅。1944年嘅時候呢，咁當時瑞士聯邦鐵路就希望設計一個時鐘，咁入邊有一位員工嘅，佢叫阿 Hans 啦，係一位工程師嚟嘅。咁啊設計咗一個沿用至今嘅一個時鐘啦，極度簡約嘅一個設計。咁當時亦都冇咩 logo 嘅，只有刻度啦、時分、秒針嘅。咁最特別之處呢，就係嗰個秒針呢，只係會用58.5秒呢就轉一個圈嘅。咁啊，然後就喺12點鐘嗰度呢，就會停頓1.5秒嘅。呢個時候呢，分針就會向前行1分鐘啦。咁然之後秒針亦都會重新去再轉一個圈嘅。背後其實就用電動摩打去運作嘅，因為瑞士鐵路咧大部分都係正00分咁去開出嘅，咁啊方便車長去對時間啦，亦都算係一個全球獨有嘅一個特色嚟嘅。咁時間去到1951年啦，瑞士人Erwin 啦，咁啊成立咗 Mondan 呢一間公司嘅，一開始就先做一個鐘錶買賣嘅一個改裝啦，之後先至開始推出自己嘅手錶嘅。而去到1986年呢，咁啊 Erwin 個年紀都開始大啦，咁啊準備由2個仔去接管佢嗰個生意啦。咁個2個仔呢，就有一個諗法嘅，咁不如將瑞士鐵路經典嘅呢一個鐘呢設計成為手錶啦。咁啊最後佢哋亦都成功咁攞到咗瑞士聯邦鐵路官方嘅一個 license 嘅。喺1986年嘅時候，以鐵路鐘為設計嘅一個手錶啦，以26、33同埋36mm 去推出手錶嘅，亦都可以見得翻當年手錶嘅主流 size 啦，都係屬於偏細隻嘅，以今時今日嚟計。自此亦都成為咗我哋今日睇到最經典嘅一個 Mondan 款式啦。首先我都想講一講 Mondan 個中文譯名啊，叫做瑞士國鐵錶。我個人就覺得有少少奇怪嘅，雖然大部分嘅錶款都係以鐵路鐘為藍本啦，咁但係呢個名會唔會太過局限咗想像，局限咗發展呢？咁 anyway 啦，呢個只係我一個普通人嘅意見。咁講翻呢隻錶之前呢，但係我諗有啲人都大概知道 Mondan 有推出過一個同鐵路鐘一模一樣嘅，都係58.5秒呢個秒針會行一個圈啦，然後會停頓咗1.5秒左右嘅，叫做 Stop to Go 嘅一個 model 啦。咁 Stop to Go 其實就真係幾經典嘅，可能好多人識 Mondan 都係識咗呢一個款式先。可惜嘅係大部分都係電子錶啦，以我理解全部都係電子錶添嘅。咁我自己就一般電子錶啦，冇麻麻電子錶啦，咁啊所以最後都買咗機械錶嘅呢一個款式嘅。而其實買呢隻錶呢，都係有一啲機緣巧合嘅，本身知道有 automatic 冇日期嘅版本嘅，咁啱屋企有人又喺西班牙巴塞隆拿嗰度旅行啦，佢知道我中意錶嘅，咁啊隨片又拍咗一啲有啲咩牌子，佢本身就唔係一個鐘錶愛好者啦，咁我就見到有 Mondan，不如就問下會唔會都有呢隻啦，咁個鋪頭就覆返冇現貨，不過就有貨可以訂到嘅，我見個價錢都唔算好貴，咁我決定不如俾咗錢先啦，然後嗰間鋪頭就直接再寄去澳門嘅，咁成個過程其實就連我屋企人都冇睇嗰隻錶嘅，咁我哋都即係幾估下，咁佢俾咗個 number 我，即係個型號我確認咗係呢隻啦，咁就俾錢噶啦。咁啊，如是者又收到隻錶啦，佢哋都包裝得非常之精美，好似一個禮物咁，亦都令到澳門嘅海關懷疑啦，打開咗嚟睇，咁啊收到隻錶，非常之開心，亦都 send 咗個 email 去感激呢一間鋪頭嘅。原來睇翻呢，佢哋係一間過百年嘅一間老店嚟嘅。咁啊，講翻呢隻錶先啦，其實就有好多個版本嘅，不過就大部分都係以電子錶為主啦，即係呢一個鐵路鐘嘅款式，大部分都係電子錶。咁難得呢一隻呢，就 automatic 同埋冇日期喎，你叫我點樣抗拒佢啊？咁啊
mm 嘅標徑啦，標面上亦都印上咗瑞士聯邦鐵路嘅 logo 嘅。咁 SBB、CFF、FFS 係咩呢？好似一串密碼咁嘅，其實係德文、法文同埋意大利文鐵路嗰個簡寫嚟嘅，嗰個名嘅簡寫嚟嘅。咁機身方面就用上咗 Sellita 嘅 SW200啦，咁啊底面都係藍寶石個水晶面嘅，加上一個鏈帶嘅款啦，其實就更加吸引啦。因為你之後換翻皮帶又得，換做呢套帶又得。咁定價其實就唔算貴嘅，你問我都699蚊歐羅啦。我買嘅時候就佢有一個優惠啦，咁咪599蚊歐羅。咁另外再 on top 再退稅啦，咁大約都係4000多少少嘅啫，佢都包埋運費俾我哋，4000多少少港幣嘅，圍翻就係。以我所知，澳門就好似買唔到呢個牌子添嘅。咁香港我就唔係太清楚啦，因為好耐冇喺香港睇過錶。咁折扣其實就唔算好多啦，不過難得叫做揾到咁啊，千金難買心頭好，都買咗先啦。佢個夜光係幾有趣嘅，真係冇諗過，原來夜光係可以放喺支針嘅後邊嘅。我諗呢樣嘢都幾少人諗過，幾聰明嘅，因為咁樣又唔需要破壞咗本身佢黑色，即係支指針黑色嗰個設計啦。咁以4000蚊多啲，我就覺得呢一隻就幾抵玩嘅一個款式，亦都幾值得收藏嘅一個款嚟嘅。咁都帶上手俾大家睇一睇啦。41mm嘅錶款，望落其實就有啲細隻嘅，就唔似41嘅，有啲似40左右啦。咁個鏈帶個感覺啦，呢個就係。當然你話嗰個做工就真係好一般嘅啫，呢個當然佢本身個定價都係700嘅歐羅，756，即係大約5600蚊到。咁以5600蚊，我覺得 OK 啦。你唔可以預計佢一個好驚豔嘅一個打磨，咁中規中矩啦。差啲講漏咗一個小插曲，關於呢個鐘嘅設計嘅。咁原來 Apple 早期嗰啲 iPhone 啊、iPad 嗰個產品呢，嗰個 OS 入邊呢，偷偷咁用咗呢個鐵路鐘作為佢哋 iOS 啊、iPadOS 入邊嗰個鐘嘅，唔知大家有冇記憶？咁大家可以 search 翻 iOS Swiss Clock 咧，去睇翻呢一個八卦新聞。咁聽說最後 Apple 輸埋呢個官司添啊，亦都賠咗錢嘅。咁所以今時今日嘅你見到 Apple 入邊嗰個鐘咧，已經唔係呢個樣啦。咁呢個故事都幾搞笑嘅。另外呢一隻就非常之另類啦，非常之冷門，好文青嘅一個款式。所以我頭先亦都講過啦，瑞士國鐵錶呢個中文名就有啲怪怪嘅，因為有其他款唔係鐵路鐘呢個款噶嘛，就好似呢一隻咁。而呢一隻就有關瑞士咩事呢？如果你係做設計嘅朋友呢，一定會留意到一個令你雙眼發光嘅一樣嘢啦，就係 Helvetica 啦。每一個做設計嘅人呢，一定都會認識呢一個 Helvetica 嘅，係一個好經典嘅一個字款啦。咁同瑞士又有咩關聯呢？咁就要講翻少少 Helvetica 嘅一個小背景啦。喺1957年呢，有一間瑞士嘅字款設計公司啦，為咗打競爭對手嘅一個字款，咁設計咗 Helvetica 呢一個字款出嚟嘅。咁一開始佢就唔係叫 Helvetica 嘅，而係有一個好 technical 啊，好 boring 嘅一個名，好悶嘅嗰個名。咁直到4年之後，大家都覺得呢個名真係好悶喎，不如改做 Helvetica 啦。因為 Helvetica 喺拉丁文入邊呢，其實就解作瑞士嘅一個意思嘅，咁非常合理啦。成件事紀念翻一個字款喺瑞士度設計、瑞士度誕生嘅。而 Helvetica 之所以咁經典呢，係因為以前嘅年代係以有腳字為主啦。Helvetica 係一個冇腳嘅字款啦，我哋做設計叫做咁代表住一個現代啊、時尚嘅一個象徵啦。加上 Helvetica 非常之容易閱讀，去到今日呢，仍然係好多設計師中意用嘅一個字款嚟嘅。咁唔講太多啦，因為 Helvetica 其實可以足講足30分鐘嘅。所以講翻呢一隻 Mondaine 呢，又係瑞士加瑞士嘅一個元素，以 Helvetica 為一個設計靈感啦，極具設計嘅玩味。無論小時嘅刻度啦，都係用咗 Helvetica 字款，甚至乎文字嘅排法啦，我哋用咗個齊咗嘅排法，連12同埋6呢都係齊咗嘅喎，又幾玩嘢嘅呢樣嘢。連嗰個 Swiss Make 咧，亦都係咁樣排啦。咁整隻錶用上咗一個 Bauhaus 風嘅一個簡約設計，都係冇日期，
非常之簡約嘅。咁有一個 detail 位就一定要講嘅，就係標爾呢一個位呢，其實就用上咗 Helvetica 字款嘅一字，即係數目字一字嚟嘅。咁你會見到呢度就有個一字啦，咁就成個標爾就靠兩個一字去組成嘅。個標底就會睇得翻有一個手上鏈嘅機芯啦。咁之前我講錯咗，以為係一個6497嘅，因為嗰張相好細，就咁立眼睇以為6497。咁但係其實佢係 Sellita 嘅 SW2210嘅一個手上鏈嘅機芯啦。標底資料亦都用上咗齊咗嘅排法，直接印喺個玻璃上邊嘅，都幾破格嘅一個做法。而 40mm 啦，戴上手個感覺就係咁嘅樣啦。咁佢隻錶就冇夜光功能嘅，咁啊成隻非常之文青。咁我覺得呢一個襯呢套帶就應該會嗰個味道會再出啲，大家可以想像下嘅。咁啊跟咗個針扣啦。以上就介紹咗兩隻設計味道濃郁嘅 Mondaine啦。我諗亦都係玩錶嘅一個點解咁令人着迷，就因為錶個可造性多好多，即係你諗到啲乜同嗰個鐵路鐘有關係，又可以做隻錶；同個字款有關係，又可以做隻錶。咁啊，亦都以上呢種嘅原因啦，亦都令到點解中意玩錶嘅人咁着迷啦。咁啊，成日都強調其實玩錶唔一定要玩啲好貴嘅錶，咁啊平有平玩，貴有貴玩，咁每個價位都有佢值得欣賞嘅地方咯。咁啊，至於大家好關心嘅就係呢兩隻錶到底係咪平錶大循環入邊嘅呢？咁啊，鐵路鐘呢一隻呢，其實就唔賣嘅，係因為我自己嘅一個收藏嘅性質啦，加上屋企人專登喺歐洲揾俾，就唔係話專登嘅，即係經過買，咁有啲意義。咁啊，呢隻 Helvetica 其實就屬於平錶大循環之一嘅。咁到時就再等埋其他錶一次過再出嗰個平錶大循環環節啦。咁啊，一次過喺嗰度出售啦。咁今次嘅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希望大家更加了解 Mondaine 呢個牌子先啦。因為都發現好多有啲朋友留言啦，可能都未聽過呢一個牌子。咁希望呢一條片令你了解咗呢一個 Mondaine 嘅瑞士牌子啦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